2019年7月，威斯康星州31岁的美国人肖恩·比尔陷入昏迷，不得不用上呼吸机。一种致命的未知病毒侵入他的肺部。和比尔一样感染这种病毒的患者很多，其中不少人都吸电子烟，人们管它叫电子烟肺炎。从威斯康星州爆发后，这种肺炎迅速席卷美国多州。这是电子烟肺炎患者的 CT 影像，毛玻璃状，大白肺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是的，和新冠肺炎几乎一模一样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就在这种怪病爆发的当口，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突然被勒令暂停实验室研究，基地也被关闭。2个月后，马里兰州，也就是德堡所在的州，电子烟疾病患者病例数激增1倍。这真的是巧合吗？德堡为什么被突然关闭？正当人们好奇时，美国政府却以国家安全为由，拒绝公布关闭德堡的原因。如此讳莫如深，美国是在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纽约时报爆出猛料，德堡暂停的实验研究中，涉及某些已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对公众、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毒素。更有媒体爆料，德堡实验室发生了可疑的泄漏事故。随后，有关德堡关闭的报道在网上被大量删除。删除的是什么？这是要掩盖什么吗？无独有偶，在德堡基地关闭前，基地附近2个养老社区也爆发了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。其中一个养老院54人发烧咳嗽，全身无力，2人死亡。当地卫生官员表示，夏季爆发呼吸系统疾病十分罕见。当时就有人怀疑德堡存在病毒泄漏。这样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。事实上，美国还进行过2场诡异的流行病演习。美国卫生部从2019年1月就开始了一场持续8个月的演习，模拟始于中国的呼吸道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。紧接着，美国10月份又开展了一场高级别流行病演习“事件201”，模拟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在全球爆发。2场演习的很多细节几乎都在后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中验证。美国难道是早已手握剧本？更加诡异的是，美国比往年提前1个月进入流感季，仅仅5个月，3400万人感染，2万人死亡，这也是美国10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季。如此反常的流感季，死亡人数骇人听闻，难道真的只是流感吗？ So we could hav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dying for what appears to be influenza when in fact it could be the coronavirus or COVID-19. Some cases have been actually diagnosed that w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.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，一种神秘病毒可能正悄然传播。有媒体爆料，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美军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 由德堡进入欧洲。该项目旨在为美国海外武装部队提供血液补给，德堡就是供应血液的基地之一。随后，进入美军基地的意大利平民志愿者将病毒传播开来。回溯这些事件的交汇点，似乎都与这个神秘的名字德堡有关。德堡，全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，这里有美国军方的 P4 生物实验室，长期开展炭疽、埃博拉、天花、鼠疫等67种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，
被称为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。这是个怎样的神秘基地？突然爆发的电子烟肺炎、流感大流行、新冠肺炎，与这个黑暗基地有关吗？带着种种疑问，我们推开德堡神秘的大门，看看隐藏在浓浓迷雾下的血色一角。德堡的成立起源于美国生化武器研究。二战后，为了获取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和人体实验资料，美国政府豁免了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的战争罪，还聘请他为德堡高级顾问。许多纳粹集中营生化实验研究人员也被德堡重新招募。靠着731部队和纳粹的生化实验资料，德堡快速发展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生物武器研发中心。二战后，唯一有据可查的进行过生化武器人体活体实验的机构，就是德堡。这里至今仍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。德堡还将生化武器投入海外战场。在朝鲜战场上，美军使用炭疽杆菌病毒；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。德堡猪瘟病毒还引发了古巴食品危机。存放这么多致命病毒，德堡能保证安全无泄漏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上世纪末，这里就发生过致命菌株、毒株离奇丢失事件。1989年，德堡因为研究人员操作不规范，导致埃博拉病毒泄漏，引发民众极大恐慌。类似的安全事故在德堡频繁上演。一连串事故与灾难大片的桥段何其相似。新冠疫情的爆发，会不会是德堡劣迹的昨日重现？德堡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的罪行？2020年3月，美国民众在白宫请愿网站发出请愿帖，要求公布德堡关闭的真正原因。截至目前，超过2000万中国网民联署签名，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堡。国际上关于调查德堡真相的呼声越来越高。面对种种质疑，美国政府一心想把新冠的黑锅甩给中国，转移国内民众视线。德堡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的源头？德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能说出的秘密？